Galaxy A51可以说是 Galaxy A50的小改款，不过说是小改款，但各项功能提升却都很有感。从2019年尾开始的 Galaxy A 系列，不约而同都在镜头规格上进一步强化。此外 ，Galaxy A51在出厂时就已经预载了 Android 10，并且搭配最新的 One UI 2.0，究竟实际体验如何？一起来看看吧。外观设计上 ，Galaxy A51继承了我们稍早在 A30S 上看到的冰晶感背盖设计，一样是采用3种不同的表面处理进行拼接，搭配上炫彩的反射处理，相较起上一代的单色风格，全新的 Galaxy A51在外观设计上，成色依旧相当大方活力。在配色上共有相对低调却又拥有整片五彩斑斓炫彩的黑色，成色活力亮眼却又不失个人时尚风格的青蓝色，以及高亮却又带上半边炫彩的白色。整体来说，三者设计相对简约，并且加上了炫彩以及三星称为冰晶感背盖的设计 ID， 在设计上还是蛮具有个人风格。而在手感上 ，Galaxy A51同样继承了三星在背盖上的 3D 弧形曲面收边，在整体握持体验上相当不错。而在机身配置上 ，Galaxy A51顶部有麦克风，右侧由上到下分别是音量按键以及电源按键，左侧部分有双 SIM 双4G 加 microSD 3个都给不用选的卡槽，而在底部则是保留了越来越稀有的 3.5mm 耳机接孔，接着是 Type-C 传输接孔以及单喇叭。随附配件上，出厂时就已经贴好保护贴，并且随附了一个质感不错的透明保护套，在表面一样有点状处理，装上后不会产生彩虹波纹。此外，包括耳机、15瓦闪电快充组一样都有。整体来说 ，Galaxy A51在接口以及配件上一样是给好给满，打开就能直接使用。相机体验上 ，Galaxy A51在规格上也是全面翻新，并且配置了4颗镜头，包括 f2.0 4800万画素主镜头 ，f2.2 提升到1200万画素的123度超广角镜头 ，f2.2 500万画素的景深辅助运算镜头，以及新加入的 f2.4 500万画素微距镜头，组成4镜头模组。而在镜头模组设计上，就跟邦宁先前提到的一致，当镜头数量越来越多，如何排列就会成为功能跟美学上的问题。不过老实说 ，Galaxy A51上的镜头模组跟机身比例，加上拼接的机身设计，以及放到下半部的 logo， 都让 Galaxy A51的背面在设计上相对平衡。同时，邦尼也想问大家，当镜头数量越来越多，感光元件也越来越大，这也代表镜头的间距需要拉大，也让镜头排列的方式需要重新思考。在目前的案例当中，邦尼认为只要比例对了，其实什么形状好像都能做到设计上的平衡。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不是有更好的解法，或是其实目前 Galaxy A51上的方案还不错看，欢迎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啦。而 Galaxy A51在正面配置上，则是采用了 f2.2 3200万画素的自拍镜头。这次在 Galaxy A51上，随着 One UI 2.0的推出，在拍摄界面上的设计也更为简约。如果想将拍摄模式像以往一样加入到底部的快捷选单，只要滑动到更多，并且点击右边的铅笔修改 icon， 就可以将夜间模式、微距模式等等放进来。而在功能上 ，Galaxy A51的场景智慧辨识提升到30种，夜拍上也内建了夜间模式。录影上则是支援 Super Steady 超稳定防手震动态录影。简单来说 ，Galaxy A51除了在规格上全面升级之外，以往在旗舰上才有的功能也全面下放。以下邦尼也简单提供几组样张给大家参考啦。先来看第一组样张，可以看到4800万画素的主镜头，以及升级到1200万画素的123度超广角相机，在细节保留上表现都非常不错。只要在光源充足的环境中 ，Galaxy A51都能够轻松应付。不过在实际体验过后，邦尼认为这次比较大的升级重点会落在 Galaxy A51的升级，不只是在硬体上，而是在 HDR 算法上也有不小的提升，尤其在面对白天的逆光场景会更加明显。邦尼就不多说，直接让大家看 HDR 未开启以及开启后的差异。实际上，邦尼认为在 Galaxy A51上的 HDR 效果，相较起以往的中阶机种，提升相对明显。再来看一组，尤其在左侧绿叶的暗部细节，以先论拍得到再论拍得好的逻辑来看，这次在 A51上的 HDR 效果整体来说有感提升。
HDR 同样也适用于广角镜头。而在室内的中光场景 ，Galaxy A51 的主镜头表现还 OK。面对复杂光源当中的大面积窗户以及各种 LED 看板的高光，还是能够轻松处理。而123度超广角镜头 HDR 效果稍微减弱一些，但以整体来说，画面的冲击感还是足够宽阔。邦尼也再提供几组主镜头跟超广角镜头的样张供大家参考。而在夜拍上 ，Galaxy A51 也支援了夜景模式。不过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主镜头或者超广角镜头，在开启夜景模式后，都会有程度不一的裁切。实拍部分 ，A51 在夜间的 HDR 表现就没有日间光源充足如此优势了。不过在夜间模式开启后，还是能够稍微的强化高光抑制的表现。而在超广角镜头上，也可以启动夜景模式，对于暗处的细节提升以及整体画面纯净度还是明显的。对于光线较为复杂的环境以及建筑来说，开启夜景模式能够有效保留更多画面细节，并且进一步抑制高光，同时保证画面的纯净度。不过，若是相对明亮且较为单纯的夜间场景，实际上不一定需要开启夜景，如此一来能够获得更宽阔的画面，同时两者效果差异不大。此外，这次在 Galaxy A 系列的新机上，也全面加入了4公分的微距镜头摄影模式。不过大家注意咯，手机上的微距在你的想象当中，很可能是要把毛细孔或是布面上的纤维全部拍出来。No， 不是哦，在手机上的微距镜头是为了进一步强化手机上的竞拍能力，透过微距镜头的帮助，可以让手机在竞拍上有更好的提升，尤其在拍摄局部细节时特别好用。例如，你想拍一个人的眼睛轮廓，但因为太近无法对焦，这时候只要切换到微距模式就可以。或是你想拍纸上的小文字，因为太近无法对焦，这时候只要切换到微距就 OK。邦尼接下来示范的食物系列也特别适合微距模式，因为拍摄主体比较小，但细节呈现却又比较多。微距能够将美食的纹理透过竞拍大特写呈现。邦尼就不多说，直接上样张。在微距模式上，就跟邦尼刚才说的一样，能够大大的强化手机的竞拍能力。先来看一组主镜头最短对焦距离以及微距镜头的差异。可以看到微距镜头相比起一般的主镜头，能够更清晰的呈现主体细节，两者并没有优劣，而是两种不同的焦段，两种不同的使用情境。而邦尼这次也以一系列的高点揭示这次的超微距挑战，拍摄几组微距照片供大家参考。首先，第一组可以清楚看到草莓底部的凸起细节，第二组则是可以看到蛋糕体上的果仁细节，以及3种不同层次的堆叠。最后这组能够清晰的拍到草莓表面的小凸起只是基本，顶部的绿叶、提拉米苏表面的糖粉细节也还是清楚呈现。比较惊喜的是 A51 上的微距镜头也能清楚捕捉到表面上可可粉松软的画面感。整体来说，这组样张中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画面主体的草莓前一天可能没有睡好，看起来气色不太好啊。顺带一提，在每期节目中，邦尼团队所有的样张都是直出无修图，所以对一般以社群为主的使用者来说，这个气色不好的草莓，只要稍微套个滤镜或是修一下，再把几张照片放在一起变成组图，对于上传社群来说已经绰绰有余。而微距的画面感相对也会更加亮眼。邦尼也提供更多微距镜头的实拍样张供大家参考啦。而在录影上，在 Galaxy S10 旗舰机种上首次出现的超稳定防手震功能，也正式下放到中阶的 Galaxy A51 上。邦尼也提供一组一般录影防手震以及超稳定防手震的差异给大家参考咯。从影片当中依旧可以看到 Super Steady 超稳定防手震效果相当不错，而大家都知道超稳定防手震是使用123度超广角镜头进行裁切来达到防手震的录影效果，所以在 Galaxy A51 的123度超大广角提升到1200万画素后，在画面表现上也来得更好。不过毕竟还是透过超广角镜头进行录影，所以建议在光源充足时再开启超稳定防手震，一般状况或是夜间时使用一般录影，品质会来得更好。
除此之外，这次在 Galaxy A51 上，也在媒体浏览器中加入了即时影片后置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加入了一个剪辑软体在相簿当中，只要点选相簿中的这个剪辑符号，并且选择你想要的影片素材，就可以开始剪辑咯。虽然说是内建的功能，不过在完整度上，应付简单的剪辑已经相当足够。例如在剪辑功能上，你可以点进片段当中，裁切你要的片段，完成后也可以直接套用滤镜，或是针对人眼进行后置美颜，最后加上字幕或是加上效果贴图等等。此外，你也可以在影片中自由作画。在使用上，除了可以修改个别的素材外，你也可以在影片切换时加入转场，并且配上背景音乐。整体来说，对于制作简单的短影音传给朋友，甚至上传到社群，已经非常足够了。影音娱乐部分就是 Galaxy A51 这次最大的亮点啦。Galaxy A51 在荧幕上搭载 6.5 寸 20:9 Full HD Plus 的 Super AMOLED 欧极限全萤幕。没错，旗舰级的欧极限全萤幕正式下放到中阶的 Galaxy A 系列了。最重要的是 ，A51 上的开孔再度小了一圈，而且是有感的小了一圈，几乎是跟相机模组的边缘贴在一起。我们实际拿出 Note 10 Plus 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到在 A51 上的开孔真的是小到不可思议。也因为开孔已经几乎紧贴在镜头模组周围，所以当前镜头开启相机时 ，Galaxy A51 会在开孔周围显示黑圈，避免荧幕光源影响拍照效果。而在荧幕占比上 ，Galaxy A51 大大缩小了下巴的边条，也让荧幕占比来到了 93.2%。顺带一提 ，Galaxy A51 的寸数虽然比 A50 大了一些，不过因为采用的是20:9的荧幕尺寸，所以在宽度上也更窄了。就跟邦尼稍早说的一样 ，Galaxy A51 在手感上也会更好握持。而在显示效果上，既然是三星家的荧幕 ，Galaxy A51 上的这块 Super AMOLED 在显色上依旧有相当不错的表现。在细节跟动态对比呈现上，也是同级中前段班。顺带一提 ，Galaxy A51 在出厂时依旧是预设自然的显示效果。如果还是比较喜欢以往 Super AMOLED 更鲜艳饱和的显色，在设定中选择鲜艳，就可以得到以往 Super AMOLED 在第一眼就抓住的眼球体验。不过，2019下半年后的 Galaxy 机种几乎是一致的预设成自然。在邦尼的实际体验中，三星调教的自然模式，在萤幕色彩上虽然相对平淡，但在各种浏览体验上，实际上更舒适耐看。不过，如果在观看影集时，开启大家熟悉的鲜艳模式，确实能让 Galaxy A51 上的 Super AMOLED 表现更加出众。而在外放上 ，Galaxy A51 采用单喇叭设计，在音量表现及音质上，跟同级表现基本一致。在连接上耳机后，一样可以开启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以及 UHQA 超高音质。系统效能跟续航部分 ，Galaxy A51 出厂时就已经预载了最新的 Android 10，搭配上 One UI 2.0。以时程上来看，应该算是三星在台湾第一支预载、第二支上到 Android 10加 One UI 2.0的机种，因为算是系统上的大升级。邦尼会在后续三星新旗舰推出上手后，再专门推出一支 One UI 2.0的详细使用体验，到时候在功能上也会更加完整。而在效能上 ，Galaxy A51 搭载 Exynos 9611 SoC， 搭配6GB 的 RAM 以及 128GB 的 ROM， 在储存空间上还是比较足够。Galaxy A51 在 AnTuTu V8 跑分测试中拿下了189378分，简易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更完整结果一样可以在 Xponi.com 上找到。整体来说 ，Galaxy A51 在效能表现上绝对足够日常使用，没有问题。玩主流游戏，稍微调整一下画质，顺畅游玩也是可以。如果是重度手游玩家，还是建议往更高效能机型选择。而在系统上 ，Galaxy A51 搭载的 One UI 2.0， 在动画上确实更加顺畅。不论是 App 开启时的过渡动画，或是下拉通知及快捷选单，又或者多工处理的切换，在动画上都更加连贯。关于 One UI 2.0 的细节，邦尼后续有机会也会再细细跟大家聊。而在续航部分 ，Galaxy A51 采用4000毫安时电池，在邦尼续航测试中拿下了13小时47分，在日常使用当中，一天一充没有问题。而在回血速度上，则是可以透过随附的15瓦闪电快充组进行快充。而在生物特征安全辨识当中 ，Galaxy A51 一样支援了光学萤幕下指纹辨识以及脸部辨识两种，在萤幕下指纹辨识的成功率上，相较起 A50 有更稳定的表现。
指纹截取速度上也更快了，压一下拿起是没问题的。同时在指纹边缘解锁的辨识能力上也有所提升。比较有感的是 Galaxy A51 上的指纹辨识解锁动画顺畅了不少，而在脸部辨识上已经是相对成熟的技术，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Galaxy A51 的锁定画面预设是一段动态的影片，所以是一段影片在锁定画面当中播放，而既然是影片，那就是会动的，所以在荧幕点亮时偶尔会有一种荧幕跳一下的感觉，不过实际上不是荧幕跳一下，而是因为锁定影片从头开始播放所造成的错觉，在意的朋友可以换成静态桌布就可以解决咯。而在通讯性能上 Galaxy A51 支援 NFC， 也可以启用邦尼认为到目前为止依旧是功能最完整没有之一的 Samsung Pay 感应支付。整体来说 Galaxy A51 所搭载的 One UI 2.0 在动画的过渡上变得更为细致，效能及续航也足够日常使用。整体而言 Galaxy A51 虽然说是小更新，但实际上不论是在萤幕上采用开孔更小的欧极线全萤幕，或是全面换装的4镜头模组，其实都是有感升级。此外在邦尼的实际体验中，就如同刚才所说，在手机上搭配的微距镜头，最重要的是强化手机的竞拍能力。对于比较小的物体来说，例如邦尼示范的美食，或是任何小范围的局部细节，有了微距镜头的加入，能够大大强化手机在近距离拍摄下的能力。有了不同焦段的镜头选择，更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说出镜头上的故事。同时邦尼也更加期待在2020年手机相机上的全面升级，更多有用的镜头代表手机能够呈现的画面也就更多。那好作品的诞生就只差手机后面的长进人啦。好了，本期节目结束了，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Samsung Galaxy A51 进行投票。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